中国每年燃烧超过40亿吨煤，这也带来一些问题。这是目前最简单也最经济的电力技术，不过缺点当然是它的排放。如果能捕捉燃煤产生的有害排放物质，并把它们变成有用的东西呢？在河北省廊坊市的国投微藻生物科技中心，一群科学家就想做到这一点。胡强教授负责这个不寻常的苗圃。超过30公里长的一排排水平玻璃管，它们的作用是培养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有机体之一——藻类。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分离出藻类，例如湖与河流。我们把藻类放进这种光生物反应器，藻类在管子里流动，这里面有一些矿物质养分。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泡泡，这里面还有二氧化碳，这对藻类来说也是养分。在自然环境里，藻类会大量消耗从大气中融进水里的二氧化碳，那么何不把从燃煤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提供给藻类，而不是让这些温室气体从烟囱排出呢？如果成功，假设中国科学家可以扩大这项技术的规模，这些藻类就可以成为有力的助手，捕捉碳，对抗全球变暖。不仅如此，这些有机体不只是摄取二氧化碳，还会在细胞内利用二氧化碳制造化学物质，像是油和蛋白质。我们可以从中萃取出生物质，精炼后变成有用的副产品。到2049年，藻类生物技术将变得成熟，足以生产100万吨的生物质。与此同时，从大气中捕捉同样数量的二氧化碳，我相信这对人类社会和环境来说是很大的贡献。所以，科学家正在用藻类进行实验，试图控制它们制造的化合物，从药品、药剂到食物补充品，甚至生物燃料。藻类的生长速度很快，有些种类每8个小时细胞数量就能翻倍，所以化学生产的潜力无穷。有人声称，1亩的藻类管每年可生产500多万升的油。除了生物燃料，藻类的另一个成功研发案例是增加营养。在中国其他地方，科学家用藻类喂鸡，使其能生产特定的生化物质——20碳补烯酸，简称 EPA。人们相信它能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那么，这些母鸡下的蛋就是超级蛋，因为每颗蛋富含高浓度的 EPA。如果你能在鸡饲料里加进藻类，这些鸡就能获得这些高价值营养素，并储存在蛋里。这些蛋会变得非常营养丰富。这些营养蛋的售价在中国市场已经是普通蛋的10倍，这在今天是奢侈的小众市场，但在未来会持续扩大。人们将用各种膳食补充剂强化鸡蛋。我可以想象，在2049年，藻类会以各种形式成为我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燃料、食物、药物和过滤空气的能力。如果藻类在未来被证实在商业上可行，那么不只是全世界燃煤电厂的周围
会有消除碳的藻类馆。我们也会开始在中国的城市中心看到先进的藻类建筑，就像这个城市藻类农场，这是会呼吸的建筑，通过屋顶涡轮吸进空气，提供给可弯曲生物反应器管子里的藻类。这些真正绿色环保的大楼可以过滤城市空气，去除毒素，并在过滤过程中制造有用的副产品。这个设计小规模的版本，已经有一家英国公司在世界另一边的米兰进行试验。这叫城市藻类建筑。他们在塑料管和袋子里种植螺旋藻，将其打造成高科技未来主义的空气洁净雕塑。但依靠藻类对付燃煤产生的排放，对中国来说并不足以战胜巨大的气候挑战。要真正变得环保，中国必须转向再生能源。经过几十年的环境恶化，中国正努力改变自己，成为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领导者。中国的污染问题严重，我们都看得到，但我们也开始看到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觉醒。绿色区域、绿色建筑都开始出现，中国正在改变。在这里可以看到改变的例子，在上海以南170公里的浙江省慈溪市附近，人们在水面上建设太阳能发电站。为了节省土地，将近300公顷的太阳能板被装设在鱼塘上方。和普通的太阳能发电站不一样，这里的太阳能板之间有间隔，让一些阳光能够穿透，促进底下的藻类生长，为鱼提供食物。未来甚至能把水上太阳能发电站和养鱼技术跟城市集装箱农场相结合。这样的设施需要包含小规模的漂浮农场，来生产新鲜作物和鱼，需要靠近城市，但不会占用珍贵的土地资源。需要有装在屋顶的光伏太阳能板提供电力，并在室内用水培法种植作物，就跟城市农场的做法一样。任何废弃物与肥料可往下滴，以喂食水产养殖区的鱼、虾或贝类。由于产生的任何废弃物，则可以再利用，成为上方植物的肥料。全部集中在一栋建筑内，漂浮在海上，不浪费任何土地。这是未来的创新解决方案。但现在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找到替代的再生能源，为经济发展提供电力，让机器保持运转，减少对煤的依赖。很明显，在今日的中国，绿色发展的概念已经生根。我想，中国看到了成长的机会，那就是利用可持续能源作为主要优势。
促进产业发展，改善大众健康，增加民众就业机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革命的先锋，位于中国西部干燥荒芜的沙漠。在中国西北地区展开的宁夏太阳能项目，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之一。完工时，它将有2000兆瓦的容量，足以给几百万户家庭供电。它的面积最终将达46平方公里，包含超过600万个太阳能板。中国不只从太阳那里获得能源，在靠近甘肃省酒泉市戈壁沙漠的边缘，中国也把注意力转向了风。中国早在1986年就装设了第一个风力机。现在，中国正建造世界上最大的风力发电站之一，产生的电力足以供应一个小国家。中国的风电产业仍在成长，每天都有36个新的风力机架设完成。如今，世界上每架设3个风力机，就有1个在中国。中国并不想止步于此，未来中国将拥有6座大型风力发电站，每一个的规模都足以媲美甘肃酒泉风电基地。我想，就再生能源来说，他们才刚起步。再生能源部署的突破即将到来。再生能源产生电力的成本将会跟燃煤电厂的电力成本一样。但这里面有个问题，竞相追逐再生能源的同时，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站出现得太快，导致中国原本的电网无法承受，所以中国决定打造新的电网。中国计划在未来注重再生能源的发展，但这面临一个问题：太阳能发电站和风力发电站已经开始运作，而要把来之不易的绿色电力传送到终端用户，中国的绿色能源会在传输中流失。大部分再生风力与太阳能电力都是在中国西部产生，但这些清洁能源在送往市场的途中也浪费掉了许多，因为传输的距离太过遥远。当你通过电线把电流从甲地传到乙地时，电线会变热，就电力传输来说就会有耗损。想要减少这些损失，可以增加电线传输的电压。欧美国家大多数输电铁塔的输电电压是230至500千伏。中国想要建造输电电压增倍的新系统，以100万伏的电压运作，来大幅降低输电过程中的能源损失。为了传输更高的电压，输电电缆会变得更大、更重，输电铁塔也会变得更巨大。所以，中国正在全面检修输电网，将其升级为全球第一个特高压电网。高压就是更高等级的输电技术。那么特高压输电主要有这么几个优点，一个就是输电距离更远，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它具有更大的输电容量，第3个优点就是它的损耗更小。完工时，中国新的电网将包含新的输电铁塔和电缆，涵盖88000多公里，足以绕地球2圈以上。
中国新的特高压电网对未来经济至关重要，所以必须顺利运作。只要一个故障，就可能引发停电。这时候，这些人就该上场了——空中检查小队。他们的工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找到并解决问题。首先，它是非常能准确地找到这个缺陷，然后速度也很快。高大山区，人地面来去到这个位置，直升机不受这个地形的影响。装配有特制红外线摄像机的直升机沿着电网飞行，一次检查一座输电铁塔。像现在我们主要以特高压、超高压为主，跨越都在100米以上。地面人员用肉眼是很难看到的，包括有很多死角。热区在红外线摄像机里会呈现白色，显示绝缘电缆在哪里出现故障，或是电力遇到了阻抗，这时就必须进行修复。这个绝缘子要发热，如果不能及时发现，会导致线路掉闸，整个全省全国这个大面积线路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国家电网已有27架直升机投入运作，到2020年，直升机数量会增加到33架。调查、修理和维护中国的电网。有些故障比较容易修复，有些则不容易。遇到挂在特高压输电线上的物体，有2种选择：爬上去，或是出动无人机。当我们巡视人员发现要线上有异物，经调查是大风吹上去的尼龙网，严重影响线路运行安全。中国中部湖北省咸宁市的维修人员现在利用喷火无人机烧掉被风吹上去的尼龙网碎片。我们将使用无人机进行紧急处理。尼龙网碎片不只影响美观，也可能导致停电。火焰产生的热度不会融化电缆，10分钟后碎片被烧毁，输电线继续正常运作。中国现在的特高压输电技术世界领先。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中国将以统一的国家电力市场运作，这一切要归功于特高压电网。这样做的话，中国就增加了对再生能源的依赖，并开始减少对煤的依赖。但除了新能源，中国也想让人们的住宅变得绿色环保。到2049年，据估计，中国人口将有50%至75%住在城市里。这意味着很多建筑师和设计师正专注于如何让城市空间变成宜居的绿色空间。这种未来的范例，在中国不断扩张的大城市上海已经存在。这是上海中心大厦，2016年完工，现在是世界上第2高的建筑。这栋大楼的高度是632米。大厦的外面包覆着一层超透明玻璃，外立面连续120度螺旋上升，
以便让风转向，可减少的风压负荷达24%，这对常年有台风的城市来说很重要。这种螺旋造型还有另一个效果，那就是创造出一连串的开放空间，例如8楼的中庭可作为公用区域，花园可以把自然世界的绿意带进室内。项目总监李小梅解释了这个非凡工程背后的理念。那么高层建筑的话，未来的趋势也是人性化的设计，生活方式的关怀。上海中心大厦我们设计的时候，就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垂直城市的概念，把这个水平的社区垂直的引入到空中里边，形成这个巨大的建筑。2016年完工，现在全面开放。上海中心大厦每天可容纳16000人。上海中心我们设计的时候，把它定位在上海的未来。为更多的人提供生活、居住、工作的空间。超高层建很好的解决。上海中心大厦在目前或许看起来很前卫，但这样的设计可能只是开端。中国计划把空中公园和垂直城市的概念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的一个地区，这个未来景象正逐步变为现实。欢迎来到深圳金融区，了解云中漫步的概念。670多米高的巨大建筑，占地将近170公顷。这不是简单的摩天大楼，而是一整座高耸入云的城市。就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心，电梯是能源效率最高的运输模式，所以借由垂直建设，然后通过一连串的空中走廊，横向连接一系列模块化的摩天大楼。云端城市可以往上扩展，同时保留市民在地面通常用得到的基础设施和便利设施，例如公园或游乐场，并在高楼层串联这些摩天大楼。摩天大楼以后也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很好的充分优化利用，增加它的密度，同时又留出更多的绿地，让城市的人们享受自然和野生的共同居住。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云中漫步的概念，现在或许只是设想，但30年内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谁知道呢？云中漫步或许就能成为现实。与此同时，另一场变革已经开始。这个概念有可能在未来改变中国城市的面貌，并在过程中改善生态，让中国受污染的空气变得干净。这是最名副其实的绿色建筑——城市森林。像云中漫步这样的垂直城市，以及上海中心大厦，都想把绿色空间整合进当下城市生活的结构里。但在中国，一些面向未来的城市想要更往前迈进一步，把建筑和整座城市变成真正的城市森林。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人从乡间搬到城市，所以
中国必须设计和建造新的城市，来容纳这些人。在中国的新建筑计划下，设计师和城市规划者纷纷选择绿色创新，以避免空气污染、噪音和交通等问题，给城市新居民提供健康的生活质量。在广西省柳州市，一个非比寻常的计划已经开始施工，全世界第一座森林城市。设计人员以别具匠心的方式，为市民和大自然提供生存空间。他们决定，与其在地面规划公园、栽种植物，不如将自然森林生态系统融入建筑中，并以此让城市更健康。这些垂直森林能创造属于它们的微气候，吸收空气中的尘埃粒子，控制污染，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湿度和遮阴的增加，有效减少了冷却室温所需的空调。这可能是配合中国绿色建筑计划的双赢方案。将环境的可持续性纳入基础建设和施工使用的建材，世界另一头已经存在范例。在意大利的米兰，建筑师斯特法诺·博埃里在2座市中心住宅大楼的立面上规划建造并栽种了一座树塔，叫做垂直森林。2012年，我们开始在米兰建造这2座高楼。2014年10月，建筑开放使用。现在里面有大约21000株植物，800棵树，15000株各种不同的植物。就某方面来说，那相当于2公顷、2万平方米的真实森林，变成了非常拥挤、污染严重的米兰的一部分。不同种类的植物经过仔细挑选，种植在大楼的不同地方。树种的选择牵涉到不同的标准，其中一个是湿度，100米、120米和200米会有不同的湿度，还有一个是日照，另一个是跟风的情况有关。根据大楼角度的不同，设计一些回廊，所以你必须设想不同种类的树，看看哪种设计更能吸收风声。另一个好处跟生物多样性有关。我们看到很多种鸟类回来，因为它们有机会在这个垂直生态系统的树上筑巢。博埃里把这个经验引入中国。我个人认为，在环境中放大绿色建筑效应这一方面，中国在未来的角色非常重要。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我们要把它落实在一栋酒店上。在上海，他们请我们设计3栋被树木覆盖的垂直高楼。中国江苏省的南京市不久后将展开类似的计划。2座摩天大楼将覆满超过1100棵树，2500棵层层叠叠的灌木和其他植物，而这可能只是开端。完工之后，柳州的城市计划将会有超过4万棵树和100万株其他植物。往北1600多公里，石家庄市正在规划自己的森林城市，规模更加宏伟。一旦完工，
这会成为完整的城市生态系统，可容纳10万人和200栋被森林覆盖的建筑。这种森林城市设计将会大幅改变中国各地的城市面貌。这是从城市森林运动或城市森林革命开始的，因为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在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方面，我想中国现在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我对此非常乐观。种植与收获食材的新方法，替代性再生能源，真正的绿色建筑，改善生活质量的理念。中国似乎有政治意愿和方法，实践这些21世纪的解决方案。如果成功，就能改变中国的面貌。